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，今天给大家说一说小红帽的故事。你们肯定要吐槽小红帽谁不知道，还有你说别着急，我讲的小红帽可能跟你们听过的不太一样。从前有一个小红帽，他来到大森林的小木屋给外婆送点心。一个年过70旬无依无靠的空巢老人为何独自生活在暗藏杀机的大森林里？故事的背后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？画风有点不对，这应该是个童话故事。小红帽来到外婆家，发现外婆的手变得特别大，耳朵也变得特别大，眼睛也变得特别大，嘴巴也变得特别大，不说还他妈有口臭。我肯定遇到了一个假外婆。然后就像大家都知道的，假外婆其实是大灰狼假冒的。大灰狼扑向了小红帽，但是画风突然一转，小红帽居然用空手道和大灰狼打了起来。紧接着真外婆从柜子里蹦了出来，整个人都被捆成了木乃伊。然后一个脑袋大脖子粗的伐木工人挥着斧头破窗而入。大哥，你走错片场了吧？这里是小红帽，不是熊出没啊！从这里开始，整个故事全部乱了套。熊警官来到现场，把4名嫌疑犯铐了起来，因为他怀疑最近闹得满城风雨不对，闹得满大森林风雨的点心秘方盗窃案就跟眼前的这4个嫌疑犯有关。本着宁可搜杀1000也不放过一个的原则，干脆全部带回去枪毙得了。然后森林中的智者哈神探走进了屋子，年轻人不要总想弄出一个大新闻，我破过的案子不知道比你多到哪里去了。然后开始挨个审问嫌疑犯。第一个被审问的是小红帽。小红帽说他们洪氏家族的点心秘方是100年老号，已经从外婆传到了他手里。最近有个盗窃团伙专偷点心秘方，他觉得秘方放在自己这里不安全，所以打电话跟外婆说想把秘方放到外婆家保存，然后把秘方装到点心筐里，骑着单车上路了。坐缆车的时候还遇到了一只在点心店打工的兔子，大家一起聊了聊最近的盗窃案，顺便聊点明星出轨的八卦。正聊着呢，缆车门突然打开，小红帽掉了下去。当然了，童话故事里是跌不死人的。然后小红帽遇到了一只大灰狼，大灰狼问东问西，好像对小红帽和他筐里的点心很感兴趣。突然大吼一声，朝小红帽扑了过来，吓得小红帽一路狂奔。没想到大灰狼跑得还挺快，最后小红帽用计骗大灰狼掉进了河里。大灰狼说绝不会放过小红帽和他的外婆。小红帽来到了山羊家，第2次给外婆打电话，电话里的外婆大喊大叫，明显是遇到了危险。然后山羊带着小红帽坐过山车，打算抄近路赶往外婆家。谁知道半路遇到了雪崩，轨道也突然断了，山羊和小红帽都飞上了天。就在危机时刻，小红帽在云层里看到了外婆的幻影。在外婆的建议下，小红帽把自己的小红帽当做降落伞，平安落地，来到了外婆家。然后就接到了电影开场时的一幕，怎么看都是大灰狼觊觎小红帽和外婆以及外婆的点心秘方，所以才绑架外婆，还想生吞小红帽。但是当神探哈审问大灰狼时，听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故事。大灰狼说，虽然我看上去是只大灰狼，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记者。神探哈说，原来是个西方记者，怪不得跑这么快。大灰狼说，他来这里是为了调查点心秘方盗窃案，听说小红帽外婆的点心做的特别好吃，所以怀疑是他偷了大家的秘方，然后就开始跟踪小红帽。大灰狼还有个助手小松鼠，负责拍照记录。然后小红帽从缆车掉了下来，大灰狼在盘问小红帽的时候，刚好尾巴卷进了相机胶卷盒里，所以才会大吼一声。而且大灰狼也不是因为跑得快，只不过在追不上小红帽的时候打了个滴滴顺风车。大灰狼被小红帽狂扁了一顿，然后掉进了河里。上岸的大灰狼从兔子那里打听到了去往外婆家的近路，穿过一段水路以后，坐上了另一个过山车。助手小松鼠把车里的炸药当成蜡烛给点了，所以轨道才被炸断，导致后面的小红帽和山羊上了天。大灰狼来到外婆家以后，发现外婆不在家，就假扮成了外婆，等待小红帽上门，然后就接到了电影开场时的一幕。这么看来，大灰狼也不是凶手，难道是那个脑袋大脖子粗拿着斧头乱砍的伐木工？伐木工说，虽然我看上去像个伐木工，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演员。神探哈说，既然你是演员，那你说话的方式简单点。演员说他接不到戏的时候就开始去卖大鸡排，有一天他发现他的鸡排被偷了，4个车轱辘一个都不剩。小兔子安慰他，根据人品守恒定律，说不定你马上就能找到新工作了。果然演员接到了导演的电话，说他成功面试到了一个伐木工的角色。然后演员就抡起斧子练习砍树，就这么砍啊砍，一路砍到了小红帽外婆家后山，在砍倒一棵参天大树以后，被砸下来的树干追着拼命往山下跑，最后破窗而入冲进了外婆家，然后就接到了电影开场时的一幕。这么看来，这哥们儿也不是凶手，真的是走错片场了。那到底是谁把外婆绑起来关进柜子里的？神探哈开始审问外婆。外婆说，虽然我看上去是个外婆，其实我是一个极限运动爱好者，不信你看我柜子里全是奖杯，擅长滑雪、跳伞、攀岩、滑板、冲浪。我操，小红帽的外婆不是应该在家里织毛衣等着被大灰狼吃吗？极限运动是什么鬼啊？原来当时小红帽给外婆打电话的时候，他正要去参加一个滑雪比赛，还给一只粉色兔子签了名。万万没想到，一起比赛的几个老外就是点心秘方盗窃团伙的成员，他们想弄死外婆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外婆接到了小红帽的第2个电话。经过一番周旋，外婆被坏人推下悬崖，好在她还擅长蹦极，死里逃生。当然不能轻易放过这几个坏蛋，所以外婆炸了雪山，引发了雪崩，就是小红帽回忆里的那场雪崩。然后外婆坐滑翔伞回家，在半空中偶遇了坐过山车飞上天的小红帽，建议小红帽把自己的小红帽当成降落伞来用。然后外婆从烟囱落进了自己家里，但是电风扇缠到了滑翔伞，导致外婆自己把自己绑成了个木乃伊，关进了自己家的柜子里。然后就接到了电影开场时的一幕。听到这里，熊警官很崩溃啊，感谢你们4个都不是点心盗窃案的元凶，我这一晚上白忙活了。神探哈说，你呀还是图样图耐义务，他们4个虽然不是凶手，但是都跟这个盗窃案有关，只要找到他们回忆里的共同点，就能找到凶手了。没错，就是每个人都提到的那只兔子。原来兔子才是点心盗窃案的幕后真凶。他趁警察审问的时候偷走了小红帽外婆的点心秘方，打算靠偷来的这些配方实现点心行业的垄断，从而统治整片大森林。故事的结局当然是小红帽、大灰狼外婆和脑袋大脖子兔的演员4个人齐心合力抓住兔子以及他的点心配方盗窃团伙，大家重新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穷生活。以上就是片片今天要讲的小红帽的故事。相比于国产动画的山寨成风，画虎不成反画了个阿拉斯加，这部动画在解构经典童话故事的同时，又致敬了黑泽明罗生门的叙事结构，轻松搞笑，没有大段说教，但依然能引发观众的思考，值得一看。拜了个拜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片片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红帽观看完整版。